今天俊谷来到了湖南的晋州县，这里是眼角洞寨。这个洞寨非常有意思，它至今还保留着历史悠久而又神秘的母系文化。简单来说，就是女人当家做主，男人呢就是带小孩做饭，家里的财政也都是由女人来掌控。比如说村子里面有什么大事需要全村人去签字的话呢，男人签了不算，只有女人签了才算数。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村子里面去逛一逛。其实这个村寨也是在大力的发展旅游业。我现在走着的这条通道呢，也是一条游客通道。你看两边呢都是长满了草，基本上呢也没有怎么去打理，说明呢这里的游客呢还不是很多。前面这一栋是游客服务中心，这里还有一座塔状的建筑啊。这个建筑呢是洞寨的鼓楼，他们每一个宗族都是有一栋属于自己的鼓楼，是他们的核心建筑。站在游客中心的小广场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眼角洞寨呢是四面环山，中间呢就像是聚宝盆而后面呢有一口井，就是在这个聚宝盆的中间。这口井就是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水源，所以呢他们把它叫做聚财井。侗族一般都是傍水而居，在侗家人看来水就是财富的象征，汇聚水源呢就是汇聚财源。所以你看这个井盖是有一个铜钱的图案。在当地有一个习俗，凡是外出谋生的人呢，就必定要盛满一壶水带走，希望能够带来财运。在鼓楼的前面呢，是有一个小舞台，我相信有什么盛大的节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这里做表演。旁边呢，还有他们侗族的一种乐器，是叫做芦笙。当然呢，这个呢是放大版的。鼓楼是一个村子的公共建筑，比如说村子里面有什么大事要商量或者有什么活动要举行都是会在这里。很少鼓楼是有阶梯可以上去2楼的。在鼓楼的旁边就是连心桥，从技术上来说呢，它就是一座风雨桥，它也是洞寨的标志性建筑，它是村子里面的人休息纳凉的好去处。刚刚我用无人机航拍了一下，看到整个村子的规模其实并不是很大，大概呢是没有超过100户，但是整个村子却显得古色古香，特别是这些村道让人感觉到流连忘返。以前的路都是用这种青石板铺的，这一块墙壁是用黄泥和木头做的，像这种墙壁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再往前走，应该是有一条古驿道，我们过去看一下。往这个方向走是有一个南寨门遗址和长寿泉。这些村道都是用这种大块大块的青石板铺的，显得古色古香我想这条应该就是古驿道了吧。这里有一个修路碑记，还有一块更老的。这确实是一条古驿道刚刚我在修路碑记那块碑上面看到的碑文上面大多数呢是女性的名字，这也足以说明这里确实是一个由女性掌权的这样一个小社会。在村道的旁边还种着一棵杨梅树。你们这是去摘杨梅对吧？哦，这里是不是都是女人说的才算数对呀，这个村寨比方说村子里面有什么大事
是不是都是女人来做主的？全部是女人做主。这样子哦。男人主要是在家里带小孩、做饭。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假的。哇，好多杨梅哦！这么多，这些都是没有打农药的吧？没有打，自然生长的。晒了，我的这个梅子都没了。我叫他们来摘呢，他们又没有时间摘哦，害死的。你吃的，你多吃点呐。那么多，尽力吃吧。你找个什么袋子载一点喽。不是特别酸，主要还是甜的。谢谢阿姨啊。我吃几个就够了。你还吃？对呀。还吃一点呐？够了，我吃几个就可以了。多吃点，拿不下。好，4个就可以了。4个这样。够了。好，谢谢阿姨啊。不用。非常感谢你们。没有什么袋子带了。我觉得这里的村民呢都十分的淳朴啊，就像我刚刚在那里摘杨梅啊，2位阿姨呢在我走的时候啊还要给我一大袋的杨梅，当然呢我就没有要，他们甚至呢还要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当然我就更加不好意思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表示感谢之后呢就出来这个村子里面逛了。我觉得他们呢就是有着一种非常淳朴的精神哦，自己有什么东西多的都可以给你，也不是说为了要赚你什么钱。在这边还有一块修路碑记，在这个碑记的后面呢像是一口泉，是山间的溪流，一直流到村子的下面去了。再继续往上面走呢，就是南寨门遗址，还有一座土地祠。这条古驿道啊，确实是有点与众不同啊。旁边呢还有护栏，因为这下面呢是稍微比较高。下面这一棵是柚子树，上面还结了一些小的柚子。这上面还有一节护栏，但是呢都有点倾斜了，是不能够依靠在这上面的。发现一只虫子。这里的自然环境确实是十分的优美啊，青山绿水，空气啊十分的清新。前面这个就是古寨门了，但是看起来像是新的，也是用了原来的那种材料，青石板，但是呢切得太整齐了，所以呢一眼呢就看得出来是新的。在这里呢是一个土地祠。是有2个，这个土地祠的雕刻啊，十分的有趣啊。里面呢是有土地公和土地婆，土地公啊是用右手去伴着土地婆的肩，这种雕刻呢还是比较少见。出了南寨门之后呢，在那边呢还有原始次森林以及云雾溪峡谷，过来看一下。这里有一棵好大的树啊，但不知道是什么树名。走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感觉这里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徒步的地方。走到这里就是分岔路了，在这边呢就没有指示牌了，不知道应该是往这边走呢，还是往这边走。我是决定走这条小路，因为我觉得峡谷啊应该是在这边。难道这里就是峡谷吗？下去下面吧。我觉得这里应该不是峡谷，因为看起来啊像是水坝。峡谷应该呢是在这上面哦，但是呢里面的路啊已经是越来越窄了，所以我决定不再上去了。越到里面这个路啊就越窄了。旁边呢还有一棵树倒下了，就是把这个路呢给封住了。算了，还是往回走吧，因为这里呢人生地不熟啊，最好呢还是不要走到这个大山深处去啊。侗族的村寨虽然说是傍水而居，同时呢也是依山而建啊。你看这户人家呢就要从这个楼梯啊下去，上面呢就是山了，越来越高。
我发现一户人家在种蘑菇，就是在这个树干上啊开了几个小口子，然后把它给弄湿，就会长出一些菇类、菌类。这一户人家也是要通过上面的那一条阶梯啊下来，或者是从那一边呢出去。在这边呢还有一棵桃子树，这些桃子呢都长得不是很大，有点像是青梅的个头。这条小溪流的水啊，就是从山间流下来的，是流向每一户人家。眼角洞寨古驿道沿线啊，总共是保存着有6通清朝的碑刻，其中有3通啊是保存得比较完整，均是立于清朝的嘉庆年间，分别是永远碑记、万代兴隆碑、修路碑记。这3通石碑都有2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有为数不少的女性名字啊是刻在这个石碑上。第二个呢，就是头人啊都是女性杨门皇室，她应该是这片区域的首领。这说明当地女性的地位与男子平等，甚至是高于男子。因此，眼角洞寨一带呢是被称为湘西深山中的女儿王国。这里有很多鱼塘啊，这些鱼塘在古代呢就已经有了。这里有一棵古树，下面呢也有一通碑记。这口小鱼塘下面的植物啊，就有点奇特哦，看起来绿油油的，上面呢都是一些古民居。在小溪流里啊，是有着很多的鸭子。刚刚我在这后面呢，就遇到一个大哥哦，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峡谷啊在哪里？远不远？他说呢，从这边走过去啊，至少有5公里，而且这个路呢很小。并且呢，在这个山上啊，还有人在砍树，所以呢是把那条小路啊给堵住了。建议我呢还是不要走过去啊。所以呢，我就决定呢用无人机飞过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大哥还告诉我，这个峡谷啊还是蛮漂亮的，它的落差呢大概是有200米。刚刚我想尝试用无人机去寻找这个峡谷啊，结果呢没有找到，可能是由于这片原始森林呢是太过密了，根本就看不到树林底下是怎样的情况哦。好吧，那今天这条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俊谷，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